你知道为什么那些性格开朗、脾气温柔大方、交际甚佳、人缘好的女孩却从来不谈恋爱？原来这样的女生一身正气，别人根本就不敢动你。你活得这么通透，别人都怕你，喜欢也不敢靠近，因为怕被你看穿。你这人间清醒，恰巧也帮你挡掉了许多孽缘人渣，能留下来的必定是能配得上你干净灵魂的人。所以身上像是自带一层气在保护着，什么倒霉的事直接一个隔绝，有气护体。师父说，年轻时感情反反复复不顺的姑娘，最后往往嫁给对她百依百顺，还疼她入骨的好男人。记住，你要嫁的不是时间，而是上等姻缘。其实姻缘天注定，无缘莫强求，是你的躲不过，不是你的求不来。告诉你一个感情真相，一个感情不顺的女生最后一般都会嫁得很好，因为情关已过，必遇良缘。有句话叫，女人难过的是情关。年轻时遇到渣男被伤害并不可怕，因为有足够长的时间好好提升自己的识人能力。这样的女生往往能在合适的年纪遇见合适的人。上天让你结束一段关系，不是结束你的幸福，而是心疼你，想让你解脱出来，再安排一个视你如命的人来爱你。你的感情不顺，并不是你不好，而是老天希望能给你安排一段更好的。所以姑娘们不要害怕单身，好好提升自己的内在，自然会遇见对的人。你要明白，有福之女不入无福之门。傻姑娘，这是在提醒你，你命好着呢。当你经历了更多世间的冷暖，见识了更广阔的世界，你再也不会被廉价的情话所感动，你的认知和眼界都会完全不同，更加懂得自己需要怎样的人，因为你更加的成熟和圆融，遇见的人能量频率也会大不同。所以请耐心等待，你值得遇见更好的人。有一种女生很酷，她只要确认这个男人不爱自己，就会立刻马上收回对这个男人所有的感情投入，哪怕心里有10000个不舍，她也会以理智去压倒自己的情绪。这种女生的爱情就是建立在对方爱她的基础之上的，她就抱着你爱我，我也爱你的态度开始一段感情。这样的女生她会享受被爱的感觉，骨子里面本来就有一股傲气，不会卑微的去爱任何一个男人，更多的是她在受伤之后身上长出的一种自我保护的铠甲。时间让她看透了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什么是人，什么是鬼。如果不是两情相悦，再厉害的人，他宁愿选择错过，从来不屑于感动去祈求别人的感情。其实一个女生嫁得越好，是嫁给一个人品正和内心善良的男人，公婆明事理的家庭，而不是嫁给看起来对你好的人。那不是真正对你好的人，只是一时对你好，不代表一生一世对好。在感情中容易受伤的女孩，需要闯过的一个情关，闯过去之后，就会有很多新的机会，新的人出现，就像打游戏一样，它是你人生路上必须要过的一关。
关，一旦这一关过了，你就会升级。其实说白了，就是一段坏的感情，一旦你能走出来，一定会让你变得更清醒。比如你突然明白了自己要更爱自己，或者搞钱比谈恋爱重要。当我们去做一件事情，命运给我们各种的阻碍，把我们往回拉，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，那是一个火坑，你别跳。如果你命不好，你就会遇到那种开始特别顺利，到最后才发现不对劲的人。当你发现你所希望的事情不能如你所愿的时候，你现在的感情正在经历重重的阻碍。没有关系，先别急着要结果，可以先停一停，等一等。命运想提醒你，他不是你的良人，就不要往里面挤了。你会发现，越是那种感情不顺的女生，到最后反而都会遇到良人。而且这种女孩子天性善良，性格比较单纯，所以说在感情方面开窍比较晚。但是这种女孩子在感情方面还真的是后来嫁的都挺好的，她们遇到的男朋友都很爱她们，就好像是把感情里的人品攒下来了，然后在几年后的一天里面兑换成了一个超级好的男朋友。所以说，即使你现在感情不顺，或者是说常年单身、母胎单身，又或者是还没有从上一段失恋中走出来，都没有关系的。有阻碍，那是老天在帮你，拖着时间拦你不是害你，而是为了不让你受到伤害。有些是老天让你做不成，是对你的爱护。不要因为一时的失意而烦恼，也许后面有更大的惊喜。感情不顺其实就是在过情关。老话说得好，情关虽然难过，但是情关一过之后就是碧玉良缘。当你爱自己的时候，别人也会来爱你。优秀的人总是自带光芒的。如果你能接受万家灯火没有一家为你留，那你可以选择不结婚。其实你的幸福感不是靠别人来满足你内心的匮乏，而是当你真正内在圆满的时候，才不会刻意寻找，自然会遇见。谈恋爱和结婚，能遇见修行的人是最好的。如果你此刻的另一半正在修行，或对修行之路十分感兴趣，那请好好珍惜对方。因为修行人的爱情是高维的，是升华的，是充满绝对智慧的。普通人的爱情，其本质是寻找内心的匮乏，总是想找一个可以填补内心空虚寂寞的人，这是典型的外求。大多数人都是把欲当成爱，内在缺乏安全感，外在缺乏物质，身体缺乏情欲。所以男性看重肉体关系，女性爱慕虚荣关系。花钱越多，证明对方越爱自己，真的是非常毒的鸡汤。这就是大多普通人的爱情观，纯是在人性弱点加持下基因突变的产物罢了。而修行人的爱情观是怎样的呢？智者不入爱河，沉沦之河，欲望之河。真正开悟觉醒的人，内心是非常饱满的，对于物质、金钱、身体等等这些欲望是极其寡淡的。反而那些修行的女性往往感情不顺，真的非常容易单身。
要么就是很难碰到一个让自己动心的人，因为他们大多拥有超高智慧，世俗情爱在他们眼里是过眼云烟，也如梦幻泡影。他们内心想要的是更高层次的灵魂碰撞，是精神伴侣，是自由，是大爱，是超越，是共同奋进的人生合伙人。和吃了没，睡了没，在干嘛，每天分享日常，每天打电话得知对方的行程，和一时的心动，身体接触，荷尔蒙分泌带来的情绪波动相比，他们更向往内心深处的认同、尊重和旗鼓相当的实力。不仅仅是价值观相似这么肤浅的择偶观，更是价值观完全不同所导致的思想的融合。争吵之后还愿意站在对方立场换位思考后的包容。爱情不是完全的相似，而是差异化背后的彼此交互，这才是修行人的感情，才是真正的婚姻智慧中要学习的课程。修行的女性给人的感觉绝对不是一眼惊艳，性感这些世俗的定义也绝不会让男性想入非非，而是带给男性一种由心底散发出来的尊重、爱慕，想要保护和想要靠近的磁场，在高维的智慧，这是一种高级的能量。修行的女性是祥和的，像仙女，像菩萨，让人想靠近却又不敢靠近的感觉，这就是磁场能量。灵性越高，智慧越高，能够与之匹配的男性就更少了。爱一个人就让他变得更好，因为智者本性皆空，内心圆满之后散发出来的尽是大爱，尽是包容，尽是上善若水。深度的亲密关系绝对是一种高能量的修行。在有钱、创业、在成功，在亲密关系上依然可能是小学生。当你遇到一个喜欢玄学和传统文化女孩子，往往都是一直单身，即使谈恋爱也谈不好，因为大多数男生的认知是从肉体和物质上选择，认为肉体的吸引和给他带来物质的女生才是他要选择的人。当他遇到修心的女孩，就觉得这样的女孩太普通了，吸引不到他，就自动离开了。大多数男生都想找一个身材火辣和家境富裕的女孩，说白了就是新鲜感。然而那些修心的女孩从来不会刻意去吸引一个人，而是专注自己喜欢的领域，也不会刻意打扮的花枝招展，而是简单大方的衣着。反而真正觉醒的男生才会真正从内心欣赏这样简单普通的女孩，因为修心的女生，她们的世界没有红灯绿酒，她们的生活简单，喜欢大自然，喜欢书香等。所以有灵性的女孩子感情从来没顺过，她一直等待同她一样觉醒的男生，一起成长，一起探讨世间的美好。你要知道，这世界上拥有相同价值观的人，福报与业力相似，才会走在一起，并且走得很远。因此你不要对谁与谁同行而感到诧异，其实那种恋爱谈的比较少，甚至是从来没有谈过恋爱的女孩子是很有福气的，因为在别的女孩子
沉浸在一段错误的感情中无法自拔的时候，这种女孩子基本上没怎么吃过爱情的苦。随着她不断的成长和年龄的增加，她自己的感情观会越来越成熟，同时她也更加学会辨别一个男生对自己是不是真心的。所以说，越是这种感情经历少的女孩子，最后往往越容易嫁给自己的正缘。爱一个人，总希望爱情能有结果，于是能付出的统统付出，不能付出的也想办法付出。这样的感情到了最后，付出很多的是自己，放不下的还是自己。所有的难处自己受了，还在疑惑另一半为什么不爱。比如你可以希望一个人爱你，但你永远无法强求一个不爱你的人爱你，这是在爱一个人前就该明白的事。而感情里为了将来不吃爱情的苦，除了这个道理外，一定要做自己，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。有句话是这样说的，有物质的爱情不一定会长久，但没有物质的爱情一定不会长久。如果你无法学会理性对待感情，总会把一个人看得太重要。为了将来不吃爱情的苦，感情只有在能把现实的生活维持下去时，才会发展成婚姻。当两个人的能力都不足以支撑爱情发展时，很容易分道扬镳。我们该记住，能伤害到自己的人都是自己在乎的人，别太在乎是保护自己的最好方式。而不会被爱情伤害的女孩懂得，爱情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事物之一，需要用真心去呵护，因此她不会在无谓的爱情里浪费自己的感情。如果遇到了对的人，她会全心全意地去爱，去付出，去珍惜。但如果遇到了不值得的人，他们会果断地放手，不会让自己陷入深渊。那么什么样的女孩子不会吃爱情的苦呢？以下分享几点给女孩子们，希望对你有所启发。01，不要过度关注她的生活，也不要瞎想，别管她对你有没有分享欲，她不想说你也别追着问。爱情不是要来的，是靠互相吸引。02，学会独立，不要依赖他人。不管感情还是生活，不要对别人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，不要把自己的未来同对方捆绑，要有敢爱的决心，也要有离开的勇气，不去过度的依赖别人。不依赖别人就等于你没有弱点。在感情中既要有好好对待的态度，也要有扛风险的能力和随时离开的底气。03，要懂得互相交换，对方给你提供什么价值，你又能给对方提供什么。不是你不好，也不是他不好，只是现阶段供需不匹配，无法达成价值交换，仅此而已。爱不是一个人单方面的付出，要懂得双方互换价值。如果只是一个人单纯的去付出，这样的感情终究走不到最后。04，专注自己。当一个女生把精力全都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，那这个女生的生活将会顺风顺水，逆袭开挂。多提升自己，其他人如何与我无关。05，不要在意他回复消息慢，成年人都会有自己忙的时候，
都有自己的工作和空间，盯着他还不如做好自己手头的工作，然后再给自己找点乐子。06，情绪不要太敏感。很多人平常还好，只要一接触感情就会变得很敏感，遇到事情就胡思乱想，过度分析放大一些小细节，到最后变得缺乏安全感。07，不轻易暴露自己的需求。你要明白，所有的美好背后都是有筹码的，并不是以我们的意愿为转移的，而且不是我们要，别人就会给。经常暴露自己的需求感，很容易患得患失，会不自觉放下姿态，逐渐变得不自信。对方一旦嗅到你的低姿态，潜意识就觉得你配不上他。08，学会接受，做好自己。你可以不爱我，我能接受，虽然我爱你，但不影响我恒久有被其他人爱的魅力。09，学会无所谓。当你的心态保持在对方做什么都无所谓的时候，那他绝对伤害不到你。既然在感情中能拿得起，那就同样要学会放得下。女孩子要学会爱自己。10，女生拥有的最高级能力是自洽而内求。你爱不爱我无所谓，爱我到什么程度无所谓，放不放得下前任初恋无所谓，我只关注你身上有没有我想要的东西，你愿不愿意在跟我一起的时候把我要的给到位。11，不要让沉没成本影响决定未来。当你真的在生活中不快乐时，不论是亲密关系、工作或任何事，如果用尽全力都无法解决，要尽可能快速改变，重启炉灶，不要让沉没成本影响我们的决定。12，学会降低期待。你会发现，你在降低期待以后，你的内心就会变得非常平静。没有期待就没有失落，时常告诉自己我自己可以，没有非他不可。13，不断扩大自己的眼界。当你看过广阔的世界，接触到不同的人，你对自己会有更多的认识。你会发现从来不曾注意的兴趣，知道你的长处和短处。你也会发现你过去认为很重要的事，其实并没有那么了不起。永远保持开放的心，持续不断的热爱并探索这个世界。一个真正过了情关的女孩，不会吃爱情的苦，才是真正可爱和开悟的女生。是没有执念，随时可以放下。而那些恋爱脑就是固执，执念很深，被欺骗，还会想着报复，内耗自己，很长时间走不出失恋的阴影。如果爱你的人不爱你了，就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他了。女生要学会放过别人，就是放过自己。潇洒只忠诚于真情，但不忠诚于任何一个人。这个人爱你那一刻，你对他好，这个人对你不好，离开。绝大多数人分不清人和情，那是过去的情，保留在过去，没有必要去执念。现在这个人已经跟你没有情了，高手都是把人跟情分开，不会把自己困在感情里面，把情留在过去。谁爱你就爱当下，好好享受美好的体验。没有情了，大家就分开，
破了情关的女生，这个时候她的事业和桃花直线上升，极少能够领悟到的女生，这一生都不会哭，只会越来越幸福，通透。所以真正厉害的女孩是不会吃爱情的苦，不会急着去谈恋爱了，可能她们早就看透了爱情的本质，她们也可能经历过暧昧期的感情，从泥泞中爬出来，便开始清醒理性，不会再为爱情上头。她们在忙着提升自己，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，找适合自己的穿搭，找志同道合的朋友，会清空之前没用的朋友圈子，避免无效社交，开始真正吸收这个世界上对他成长有利的一切。他开始明白，任何关系里，抛开彼此能否互利，前提是十分相处愉快。不管工作还是生活，这个世界上能让人产生安全感的不是单一的爱情。人是会变的，信谁不如信自己。不急着恋爱，不是不相信爱情的美好，而是厉害的女孩都在忙着给自己找安全感。美丽大方，自信乐观，洒脱勇敢，这些词儿说来容易，但是要想真正做到，就得自己拼命努力。恋不恋爱，结不结婚，已经不是衡量幸福的标准了。有缘人，感谢你看到最后。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，请按个赞给我响应，回复一句情关已过，必遇良缘。愿你修炼好自己，丰盈自己的内在，疗愈内在，坚持做自己。祝福你早日找到那个和自己灵魂相似的另一半。还没有订阅频道的，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，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。随缘加入会员，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，随喜转发，传播善知识，功德无量。